刚才提到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中国是威权，但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看到他的种种做法，也开始调整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大体上中国从毛时代的集权，然后走到邓江湖时代的威权然后呢又到习近平的时代又回到集权，那有越来越多的人持这样的看法这当然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就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即使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国其实也是离集权主义更近，而离这个威权主义更远那有一些学者就用这个市场极权主义或者是衰退的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这些说法。那嗯 OK，我们就是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就是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一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它越来越用高科技的方法来对整个社会进行监控。我提到了这个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包括这个 DNA 的采集，摄像这个镜头有一个报告说，中国已经有27亿以上的监控镜头，就人均有2个摄像头来监控。还有这个就是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那我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去年有2位人权律师想要去上海会见张展，还有一次是准备去见张展的妈妈，结果他们的这个健康码就突然就变红了，等等。就是共产党他利用这个防疫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来用这些行程码、场所码、这个健康码等等就是来加强他对社会的全面集权监控，这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一种趋势。所以呢，这是高科技极权主义。在中国，这种高科技极权主义，它是其他的集权体制没有的。当然，集权体制它也是尽可能的利用当时的高科技，但是从中国目前它的控制全社会、控制每一个人的能力上来看，这是在北朝鲜、在苏联、东欧之前共产党国家没有过的，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某种意义上。那我们接下来就迅速的来讨论一下中共在中国的这个角色。这是中央这个中共中央的它的这个组织结构图，呃，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下面中央委员会、中纪委，然后下面是总书记、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然后中央军委等等。那嗯，这个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就是中国现在应该有9000万左右的党员，然后全国这是这张图是19大，下面这个金字塔图是19大。左边的这个是刚刚结束的20大选出来的7个常委。这一个金字塔结构那它并不是选举的，并不是说9000万党员去选举党代会的2000多个代表，然后议程中选举，它并不是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所以即使那种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这里边也完全不存在。这是一个就是越来越在习近平之后就越来越是一个个人独裁的结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这种小圈子独裁，我管它叫这种小团体独裁中国有一个词来描述叫九龙治水。当时有9常委的时候，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儿，但是习近平已经
完全改变了这个九龙治水、七龙治水的局面。现在是就是从小圈子独裁变成了一人独裁。那我这是我画的一个 party state，就是党国体制的一个示意图。那对我在就是用英文讲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 party state 是怎么个运转，在中国党跟国家、党跟政府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想大家就是中文可能大多数人大多数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都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啊，这个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详细解释。这最上面就是共产党了，它的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那这个红色的代表是共产党，而这个褐色的代表的是国家或者是政府。那这个红色的实线是和这个褐色的实线是直接的控制和管辖，而这个虚线红色的虚线是间接的控制。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共产党它下边当然就是政治局下边直接就有这5个直属机构：统战部、中组部、中联部、中宣部、政法委。那嗯，然后呢，它还有这个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纪委，这是在这个共产党下边。而从国家的角度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体制是如果不考虑共产党的话，它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一府就是国务院中央就是叫中央人民政府。两院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但是在最近一次修宪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它也是在人大的直接领导之下，所以现在就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和一委国家监察委。那这个蓝色的实线表示的选举，原来就说的是选举，但是这里面加了一个引号，就是所谓的这个选举，按照宪法，就是国家主席等等，这个国家军委主席这些都是全国人大选举来产生的。形式上是由选举来产生的，包括这个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个负责人。那那这个党跟国家的关系，我们看首先看这个就是中央中国共产党的这5个机构，它下边都是来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控制国务院下的部委。国务院下边有很多，比如说公安部这个司法部国家安全部这是国务院的部委。而这个公检法司就是它又直接的由政法委的领导，中央政法委的领导，它下面管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中央政法委。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外联部、外联部，这个中联部它本来是共产党的对外联络部，但是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这个外交。然后呢，广电总局这下面还有一个新闻出版署。原来就是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他们被合并为一个总局，是国务院下边的一个部级的单位。但是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当中，这个国家出版署就变成了中宣部对外挂的一个牌子。而这个广电总局，它呢当然也是由这个中宣部来领导就是它是国务院下边的部，但是它是又由中宣部来控制。嗯，那像这个中央统战部，它下边又控制着国家民委，呃
侨务办公室等等啊，这个国家宗教事务局，这也是就是宗教局在这一次的这个机构改革当中，又变成了中央统战部对外挂的一个牌子。然后呢，像这个国家公务员局直接就取消了，变成了中央组织部的一个职能，等等，就是即使原来的这种党国体制由共产党的这些部来控制国务院的这些部，它现在也在发生更明确的这个党化，就是他把这个把一些部委的这个职能就是就国务院管辖下的这些部委的职能给直接划归了比如说中宣部或者是统战部等等组织部，呃嗯。那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每一个这个褐色的这个框当中，也就是国家机构这个框当中，它又有一个红色的一部分代表的就是党。比如说在国务院里边，它有党委，在全国人大、在法院、检察院里边等等，每个部里边，它又有这个党委的直接存在。这也是这个就是党国体制的一个表现。然后呢，还有的就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比如说，中国有两个军事委员会啊，中央军委，一个是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是国家军事委员会。那这是它是两个名字啊，但是这个同一个机构，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那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也是这个关系。嗯，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党国体制。我们给大家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个第一个调查的结果。刘畅，你可不可以说一下？这大家能看到吧？这个结果，中国绝对不会走向民主的是14%，15年内会实现的2%，15年之后会实现的16%。OK，大多数人72%的人认为，中国会民主，但是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嗯，然后呢，就是也请助教把这个第二个问卷给大家。OK，嗯，我们呃，我们看一下共产党它的现在当然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问题，就是共产党是不是现代政党？因为政党就是一个现代的政治现象。嗯，对。古代的那种党它并不是就是和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政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会儿我们会听一下李安友教授的看法。我们看这个这是我从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文章里边提出来的关于邪教的定义啊。这个冒充宗教名义，我们在读这个定义的时候，来想一下它有哪一条不符合共产党它的这个特点。利用宗教名义神化首要分子，然后这个迷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呃，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然后以拯救人类为幌子，以这个大多数情况下以这个敛取钱财为目的。那他对信徒的控制等等，包括还有一个文章说，就是邪教它的这个高层或者它的创办者其实并不信仰本宗教。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符合共产党的特点。这个当然这个从严谨的这个学术讨论的角度，我们要小心你的这个描述方式。但是这是一个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有用的角度。这又是一个东西，就是在前不久应该是嗯。对，就是今年早一些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米歇尔曾是一个资深记者，他在《华盛顿邮报》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学界的一些讨论，挺有意思。就是他就说这个中国它比这个 authoritarianism 要更多更可怕。
所以呢，就是我们看一下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啊，它和共产党就目前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当然是我们知道最经典的对于极权主义的论述来自于汉娜阿伦特啊，他第一次把这种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啊纳粹放到一起用一个极权主义的概念来分析，是非常有洞见的。但是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共产党，它和法西斯主义有多像，或者它的这个趋势有多么接近这个法西斯主义？它是这个右翼集权，它这个反自由、反法治，压制反对意见，然后呢越来越进行这个个人崇拜，还有就是国家主义和扩张。刚才林彦友教授讲到这个中国它的这个扩张并不那么明显，但是恐怕也在发生变化，台湾啊、南海啊等等，还有这个民族主义、种族灭绝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彦佑教授关于中国共产党它和现代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好像我跟大家这个 poll 的结果观点不完全一样。当然，所谓的现代政党或者现代化政党有几种，对不对？比方说，在美国，你没有一个政党的，你不是一个党员，你不申请那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你就是支持他投他的票，可能下一次的选举你可以投另外一个党的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现代化的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另外一种现代化的政党。第一，你是党员或者不是党员，这个区别很清楚。党员现在差不多有9000万，对不对？差不多的共产党的党员，你如果是一个党员的话，这个是终身的一个党员，你不能离开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可以说是生涯最严重的一个承诺。你就是要忠于党的领导，你要参与党的活动，你要听党的话等等的之类。所以这个是一种党，这种党。西方这个学者把它叫做 Leninist Party， 列宁式的党。一个 Leninist Party 当然是当时的Vladimir Lenin 这个说明这种党的这个道理。这种党的话是一个先锋，按照 Lenin，一个 Leninist political party 是一个历史的先锋，手里掌握一个所谓的唯物主义的科学 （materialist science） 科学观，能够让这种先锋的党了解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所以这种党可以领导社会的一切力量去把这个国家领导到他应该走的这个历史的方向。这种党的话，是非常非常密切的组织。这个密切的组织有层层的，您也刚才多少说明这个层层的一些组织，每一层要听上层的命令。他利用意识形态理论，一个所谓的科学的一个意识形态或者一个科学的理论去这个 coordinate 调整所有的9000万的党员的行为。这样的话，他可以集中全人口的4%左右的人，来领导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事业单位、所有的学校、所有的一切的社会这个组织的这个部分，来往同一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是
非常非常的现代化的一个机制，是一种党，而且西的这个列宁式的共产党比以前的毛的或者以前的苏联的列宁式的共产党可能是更密切的组织，更同意围绕一个意识形态一个观点，围绕一个领导一个人和他的周围的一些助手。所以我的结论是说，对，这个是一个现代政党，遗憾是一个比一般的现代政党更现代、更机制化、更有组织的一个东西。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回答一下那个请刘畅把这个结果 poll 的结果贴一下，然后 OK，对，就是很有意思，27%的人认为两者都是，既是一个现代政党，也是一个帮派组织，然后有38%的人认为两者都不是，嗯，那我们有一点抱歉，留给回答问题的时间比较少，因为这是第一次课，有很多一般的东西要讲。有问题问到这个关于这个专制和这个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个如果那个林安友教授现在有想到有什么文章可以推荐的话，民主跟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写过一个评论，非学术性的一个评论，叫民主能不能够当饭吃啊？这个很容易搜索到，里面也提到一些学者，像阿马蒂亚森啊等等，那其实这方面的文章跟著作有很多，我那个文章是比较这个直白的，来就是分析了这种说法，嗯，那个安迪就是关于专制和这个比如他这个经济问题发展提到了这，Yeah, 个韩国呀等等一些专制国家，他们经济发展，台湾呢过去在 yeah, 威权的时代也很快。yeah. So 我不是经济学家，按照我所知道的话，对，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它在威权时代，像南韩、台湾、日本，呃，中国，先用一些比较不一定是极权主义的方式，但是威权主义或者不太民主的方式去这个发展。这个当然是这个 late developer，这个晚发展中的国家。I think 我自己认为很难说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体制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系，这个取决于你是先发展还是后发展，而且在怎么样的国际形势下面发展。你比方说这个刚才提到的台湾、日本、南韩的这个例子，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打开它的市场，帮助它的联盟国家发展的一个情况下而发展，能不能？所以这个模式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是取决于历史的一些情况，一些周围的情况。